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老师的频道。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看到一种让人很想不通的现象。您看，有的人他一辈子做人做事都循规蹈矩，对父母孝顺，对朋友热心，是我们传统观念里那种心地善良、福气深厚的人。但是您偏偏会发现，他的感情路走的就是比别人要辛苦，要么就是遇不到对的人，要么就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却爱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很多人就纳闷了，说这老天爷是不是不公平？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为什么祸害遗千年，好人不长命？如果您现在也正巧处在一段非常痛苦、非常纠结的关系里，您觉得对方好像是来讨债的，让您放不下，又过不好，那么我恳请您，今天这支影片，您一定要静下心来，完整的看完，因为我们今天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里，为您解开这个谜团。您所经历的，很可能不是一个惩罚，也不是您运气差，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一个专门为您这种有福之人所准备的更高阶的考场。为什么这么说？在人生的修行地图上，我们要闯过的关卡有很多。有的人一辈子都在闯金钱关、财关，有的人一辈子都在闯健康关、病关，还有亲情关、事业关。而这个感情关、情关，您知道吗？它其实是所有关卡里面级别相对比较高的。您能走到这个考场，从某种角度来说，恰恰证明了您在其他的福报上是相对具足的。您可能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工作稳定，您把那些基础功课都修得差不多了，所以命运才会给您出这道最难的题。这道题我们称之为情劫。灾和劫是不一样的，灾是天灾人祸，是来毁灭你的，而劫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劫是来考验你、筛选你、淬炼你，并且成就你的。它是一场渡劫，渡过去了，您就飞升了，您的人生境界将从此完全不同。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情劫？它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失恋，它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几乎无法用理智去解释的宿命感。某一天，某个人，他就这样突然闯进了您的生命，您会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无条件的信任和喜爱，您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他。紧接着您会开始失控，您会发现自己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所有原则、底线，在这个人面前好像都变得不堪一击。哪怕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的伤害了您，您身边的所有朋友、家人都劝您快点离开他，您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您就是做不到，您就是没办法真的放下这个人。您会发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您对您的父母、对您的子女、对您的恩人，可能都做不到如此的包容和溺爱，您却把这份最极致的、近乎纵容的宽待，给了一个和您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于是您开始陷入巨大的内耗和自我折磨之中。您清醒地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却又无能为力。如果这段描述让您感同身受，好像说的就是您自己，我想先请您在评论区轻轻地打个1。这个动作不是迷信，这是一个宣告。当您打出这4个字，就代表您开始觉察了。您不再是一个溺水者，您开始尝试跳出这个漩涡，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切。这个觉察就是您渡劫成功的开始。这场劫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个佛教的根本概念，叫做苦。佛家常讲人生有8苦，哪8苦呢？生、老、病、死，这是生理上我们无法逃避的苦。但更折磨人的
是后面4种心理上的苦。一，爱别离，就是您最爱的人、最爱的东西必须要和您分离。2，怨憎会，就是您最讨厌的人、最不想面对的处境，却偏偏要天天绑在一起。3，求不得，就是您心里最渴望、最想要的东西，您拼了命也得不到。4，五蕴炽盛，就是我们内在的各种念头、情绪、欲望，像一把火一样，天天烧着我们，让我们不得安宁。您现在看一看，这个情节是不是把这4大苦给您一次性配齐了？您爱他，却无法真正拥有他，这是求不得。你们纠缠在一起，彼此折磨，这是怨憎会。你们最终分开了，您痛不欲生，这是爱别离。而整个过程，您内心的嫉妒、怀疑、愤怒、思念，这些就是五蕴炽盛。老天爷用这么一个人，把您人生中最深的苦一次性激发了出来。您说这是惩罚吗？不，从修行的角度看，这叫集中了业。我们常说阴阳相生，这些事情它不一定是坏事，这更像是老天爷在逼着您成长。您知道老鹰在教小鹰飞行之前会做什么吗？他会把幼鹰带到悬崖边，然后毫不留情地把它推下去。小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有2种结局，要么摔得粉身碎骨，要么在坠落的过程中瞬间学会振翅，从此翱翔天际。这个情节就是那座悬崖。为什么非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呢？因为从玄学的角度看，在所有修行法门中，最能让人一息顿悟、脱胎换骨的，必定是这个情字。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经历过大风大浪，心性变得非常沉稳、通透、有智慧的人，您去问他的人生履历，10有8九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甚至要了他半条命的感情经历。因为情这个东西，它直指我们的心。我们道家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心不死，道不生。这句话就是度情劫的全部心法。什么叫做心不死？是您那个向外攀援的心不死，是您那个依赖别人的心不死，是您那个以为爱情是生命全部的痴心和妄心不死。只要这颗向外求的心还活着，您就会永远被境所转，您就会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牵动您所有的喜怒哀乐。那么什么是道不生？您的道，也就是您真正的智慧，您内在的力量，您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永远生不出来。所以老天爷必须用这个情节，用这把最锋利的刀，把您那个妄心给杀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是撕心裂肺的。您会感觉自己被掏空、被背叛、被欺骗。您会从希望到失望，再到彻底的绝望。当您绝望到底，当您终于心死的那一刻，奇迹就发生了。您那个痴心死了，您的真心和道心就生出来了。您会像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经历一场救赎和涅槃。您会开始明白一个最朴素也最永恒的真理：爱任何人都不如先好好爱自己。当您把过去投射在别人身上的所有期待、所有经历全部收回到自己身上时，您就开始了真正的自救和救赎。您不再是一个乞讨爱的乞丐，您开始学着让自己成为一个包裹着爱的能量体。您从一个索取者转变为一个释放爱的给予者。这个时候，您的整个心境、您的能量层级都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这个心是如何死的？这个道又是如何生的？我们传统文化里常讲一个人修行的3个境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这一生无非是见自己、
见众生，见天地。这三个境界恰恰就是度情劫的完整路径。第一重境界见自己，在经历这场劫难之前，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我们看见的全是自己的欲望。佛家说的贪嗔痴，我贪他的好，贪他的关心，我嗔他的坏，嗔他的冷漠，我痴他的爱，痴迷于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情结它就像一面最清晰的镜子，当您痛到极点，您终于会静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痛？您会在这个镜子里第一次看见自己，您看见了自己内在的匮乏，您看见了自己是多么渴望被爱，您看见了自己内心那个空洞。当您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看见自己真实的模样，真实的七情六欲时，您就见自己了，您不再自欺欺人了，您开始懂自己了，您开始变得豁达。第二重境界见众生，当您懂了自己之后，您再抬起头去看那个伤害您的人，您的怨恨就会慢慢的转变为理解和慈悲。您会看见他的人性，您会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可怜人，他之所以会伤害您，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被他的欲望、他的恐惧、他的原生家庭所困住，他也是一个不得自由的灵魂。您会明白他不是坏，他只是弱，他不是不爱，他是没有能力去爱。当您能看见这一点时，您就见众生了，您包容了众生相，您也原谅了他。您这个原谅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您自己。您终于把自己从怨恨的牢笼里释放了出来。第三重境界见天地，当您的心从我和他这两个小点上彻底抽离出来，您会开始见天地。您看见了什么？您看见了天地规律，您看见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您看见了生老病死皆是自然。最重要的是，您看见了因果和无常。您会明白，那个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你们在过往的轮回中有着未了的纠缠，他是来讨债的，也是来还债的。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伤害您，只是因为您欠的债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偿还。当您把这个债还清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就走了。当您看懂了因果，看懂了缘起缘灭，您就会知道自己的渺小，也知道了天地的浩大。您会升起一股真正的敬畏心，您会变得谦卑。当一个人从见自己的清醒，到见众生的慈悲，再到见天地的谦卑，恭喜您，您的情劫度过去了。这场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深受其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搞错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执着的不是爱，而是被爱。请您仔细品一品这句话，感情的执着不是对爱的执着，而是对被爱的执着。什么是爱？我们传统文化讲仁爱，佛家讲慈悲。爱的本质是给予，是奉献，是希望对方好。如果您只是单纯的去爱，您是不会痛苦的。那么痛苦从哪里来？痛苦来自于您执着于被爱，因为您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了对方是否爱您这件极其不稳定的事情上。他爱您，您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他不爱您了，您就觉得天塌了，您就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被否定了。您看，您执着的根本不是爱，而是您内在核心的不稳定，是您内心的匮乏、贪求和想要控制的欲望。所以度情劫度的到底是什么？它度的就是您这个我执，它逼着您把这个向外求的错误模式彻底打碎，它逼着您
去建立一个属于您自己的完整的、圆满的价值体系，让您的价值感从此建立在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任何外人的评价和态度上。这就是修身。那么具体来说，一个人成功渡劫会有哪些清晰的征兆呢？这里我帮大家整理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您不一定全部都有，但只要占了2项以上，就说明您已经走在涅槃重生的正确道路上了。第一个征兆，内心获得真正的平静与宽恕。平静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狂喜，不是压抑，就是一种静。在劫中时，您的心是乱的，想不通，放不下，拉扯，纠结。当您成功渡劫后，您会发现内心异常的平静。您不再怨天尤人，您原谅了一切，也包括原谅了那个曾经看不开的自己。那些过去真的就像一场淡淡的记忆，不再能牵动您的心弦。别人在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或者相关的事，您不会再愤怒，不会再悲伤，甚至不会再刻意回避。真正的放下，不是拉黑，不是删除，不是恶言相向，而是您既可以坦然地和对方像普通朋友一样聊几句，也可以自在地一辈子不再联系。他联不联系您，来不来见您，对您来说都无所谓了。这代表您终于从这段关系中解脱了，您重新拿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第二个征兆，发自内心的感恩。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他伤害我这么深，我为什么还要感恩他？请您注意，您要感恩的不是那个伤害本身，而是那段经历带给您的功课和养分。一个成功渡劫的人会保留那段关系中好的部分，比如您会感谢自己曾经在那一刻体验过被爱的幸福感，哪怕那是短暂的、虚假的，您会珍惜那种美好的感觉。您会感谢对方，让您看到了自己内在的匮乏和执念，否则您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察觉。您会感谢这段经历，让您学会了止损，让您变得更坚强、更通透。当您心中只剩下感恩而没有怨恨时，您就切断了这段负面业力的循环。您未来吸引来的才会是真正珍惜您、滋养您的人。第三个征兆，全然的专注自我成长。当一个人还在劫里打转时，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而当您成功渡劫后，您所有的注意力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您会突然有了强大的动力，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您会开始认真地保养自己的身体，管理自己的形象，精进自己的事业。您想要活得更好看。您会发现，当您把关注点从情爱上移开，转向赚钱、变美、提升认知时，您的世界豁然开朗。甚至您会发现自己的运气突然变好了，各种好的机会、贵人都开始向您涌来。这就像是老天爷在给您奖励，奖励您终于放下了那个错的人。第四个征兆，依然相信爱，并期待新的恋情或享受单身。很多人在经历重创后，会因噎废食，变得悲观、愤世嫉俗，觉得天下男人女人都一样，发誓再也不碰感情了。这其实还没有渡劫成功，这只是逃避。真正成功的人是升级了，他依然相信爱，并且准备好接受新的、更健康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当然，也有一种成功的状态，是他发现一个人过日子好像更自在、更快乐。于是他放弃了寻找伴侣的念头，开始享受高品质的单身贵族生活。这也算是一种圆满的渡劫。第五个征兆，最高层次，深爱但不执着。这是最难得也是最高级别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您渡劫成功了，但您发现您心里依然深深地爱着那个人，但是
这种爱已经完全不同了。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没有占有欲，没有嫉妒，没有怨恨，也没有纠缠。这是一种真爱，一种大爱。您是如此的爱他，以至于您会为他着想。既然他觉得失去您会过得更好，那您就尊重他的选择，并且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您甚至会因为他再也不用因为您而感到痛苦，而替他感到开心。如果有一天你们在街角偶遇，您可以坦然地对他微笑。如果他回头想再续前缘，前提是对方人品没问题，您也愿意再陪伴一程。但同时您也不会关闭自己的心。如果您遇到了更合适的人，您也会坦然地过渡这段关系。这种深爱而不执着，就是一种菩萨心肠。您已经把小情小爱修成了大慈大悲。修行之路道阻且长。如果您今天听完了这些，发现自己还卡在某个阶段，还有很多负面情绪，还有很多怨恨，请您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自我否定，这很正常。渡劫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您不需要强迫自己。如果您还是很怨恨，那就允许自己怨恨，但请您把这份怨恨的力量转化到自我成长上。请您多看书，多学习，多赚钱。唯一要提醒您的是，尽量不要再去找他，不要再去骂他，那样只会让您陷在负面能量里，更难走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有福之人必有情结？因为情结是老天爷送给您一份包装丑陋的礼物，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您，而是为了成就您。它逼着您去破除我执，去明心见性。它逼着您去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强大的内在核心，让您从此不再会被外界的人事物轻易动摇。当您真正通过了这场爱的试炼，您会发现，您所追求的一切，无论是心灵的平静、事业的顺遂，还是真正的财富和好运，都会不请自来。因为您已经修好了自己，您已经成为了一个配得上这一切美好事物的人。您没有失去什么，您失去的只是您的执念和枷锁，而您得到的是您那个圆满、自在、光芒万丈的灵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正在经历考验的朋友们带来一点启发和力量。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您为这个影片按个赞，并且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我们一起为自己，也为所有正在努力的朋友们送上最深的祝福。愿我们都能穿越风雨，迎来真正圆满的人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